对台湾来讲，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开始高度的紧张对峙，到今天已经过了7年多了。在台湾人的潜意识当中，有一个潜在的精神压力，那这就形成几种分众：懂事理的人要么逃，那剩下留下来的人他又在分众。有一部分的人呢，就是强装镇定，每天都在做中国崩溃的相关的说法。2001年中国即将崩溃，2014年中国即将大崩溃，中央应急小组预测中国崩溃不可避免，经济崩盘，政治解体，黄祸遍及全球，动乱将起，习近平部署紧急应对方案。再来，2016年中共崩溃，8大危机迫在眉睫，2001年被打脸，2014年被打脸，2016年被打脸，每年被打脸，直接冲到2031年，10年后再说。好，作者王世龙。所以我说台湾人如果每天看这些东西，怎么会精神正常呢？所以会有一群台湾人精神不正常是很正常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第一个是正义，为什么要带入以色列呢？当然是正义啊，以色列是正义，对不对？好，那第二点，美国立体，有没有？我们跟以色列一样啊，美国立体。潜台词是以色列跟台湾很像，所以要同情以色列。那第三点呢是什么呢？军武强大，就是我们跟对岸呢水下战力皆在增长，然后他们就很不爽，这几天疯狂来攻击我，说什么我把什么海鲲号怎么可以去跟对岸的节目说？因为大家知道我有一档节目叫做台海时刻，每周一的下午6点到7点啊，都会跟对岸的那个学者啊进行对谈啊。然后他很不爽，他那一天就看到我自己超级不爽，他觉得我在那边批判浅见台造，在现场我是直接讲浅见国造，可能还上对岸电视台会剪辑啊。制作方有跟我沟通啦，说有一些名词啊，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个版本？这个比如说讲蔡英文总统的时候，就讲蔡英文总统，好，再讲一次蔡英文，好，人家可以剪嘛。上一下节目总是有一些基本的那个，对岸学者一定用对岸的用词，我都坚守着我们台湾的立场，但他很不高兴，他觉得呢我在泄密。首先我所讲的所有的资讯，通通是网络上的资讯啊，我所分析的一切，网络上讲了比我更加的激进的。看不起浅见国造方案的人更是多，你有没有看到？这就牵涉到我要讲的第4点。第4点是什么？以色列人很团结啊，而你这个台湾人就有什么？就有像历史哥这种不团结，对不对？他们就觉得我整天在制造台湾的分裂。哇塞，说真的，这样我也是蛮了不起的啦。我一个人就可以分裂台湾，我一个人就可以分裂掉民进党这个伟大的信心，所以对他们来讲啊，每一点都达到就是团结。那为什么不团结呢？因为有什么？因为有赤蓝势力。好，你什么叫赤蓝势力啊？就是这个民众党跟国民党蓝白红是一挂的，所以他们叫做赤蓝势力。他们就每一次来哈，就在那边骂说赤蓝哈，就是说你很蓝，你是红的啊，你就是中共同仁，就是在中共中宣部的。你怎么知道没有拿中宣部的钱？对于这一群台湾人，所以这一群你要怎么形容他们呢？我只能说他们应该就是自我催眠的台派，所以他们才会强烈的支持黑熊部队，才会有一群人每天支持激进党嘛。他们就喜欢怎样？就喜欢看小粉红崩溃了，找这种网络上极端言论，我们也可以每天找，每天笑他们啊。但我不愿意啊！你看，我就算找，我也是用认真讨论的方式，我也不是用笑的，然后没有找那种更可笑，我也不想接。我始终不愿意台湾自己人作为一个全面的笑料拿出来给全世界的华人贻笑大方，很可悲。而是我要一个比较正经跟认真的态度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本质跟本相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这样去讨论，只有这样的正义之声慢慢的传播出去之后，可以有机会慢慢改变台湾的社会风气。否则的话，大家就永远奴内高潮，然后就 A 群人笑 A 的 ，B 群人笑 B 的，就天天崩溃嘛啊！好，讲到这天天崩溃，再给大家看一张图，我会觉得很好笑。就是台湾看这个国际局势，很喜欢做人格化的比拟。这个坏风气，我认为是民进党有意去带的啦。那这种坏风气，其实只会导致台湾更惨烈。来，给大家看一下，中国崩溃啦！这个真的超好笑的。2001年，中国即将崩溃，作者张家敦。2014年，中国即将大崩溃，中央应急小组预测中国崩溃不可避免，经济崩盘，政治解体，黄祸遍及全球，常委绝密报告，中国社会即将崩溃，经济崩盘，动乱将起，习近平部署紧急应对方案。再来，2016年中共崩溃，8大危机迫在眉睫，连环爆发，东方亮编著。现在最新的一个哈，每年被打脸，2001年被打脸，2014年被打脸，2016年被打脸。那我出一个最新的书，我直接冲到2031年，对不对？10年后再说。好，作者王世荣 ，China will 那个 collapse in 2031，有吗？中国崩溃。所以我说，台湾人如果每天看这些东西，怎么会精神正常呢？所以会有一群台湾人精神不正常是很正常的。
就因为台湾有一股隐而未现，或者其实他已经在台面上，讲白了就跟民进党是很密切相关的这一群人。他每天都在做中国崩溃的相关的说法。你刚才出一个2032好了哦，为什么2032？因为出个2025年不是更好？而且你看作者不是随便这个作者，比如说像这个作者王世荣，他是联合国国际劳工局的官员，他是美国亚洲驻台协会执行长，他是英文台湾日报台湾 News 的总主笔编辑职务，还是陈水扁时期的驻瑞士大使，代表这个人他是有一定的基本的素养的。可是对他们来讲，继续的倡导这种所谓中国崩溃论。不是说今天中国不会崩溃，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中国要崩溃并不容易啊。即便是清朝末年，我请问中国崩溃了吗？清朝末年中国有没有崩溃嘛？满清政府崩溃了，但满清政府是那种彻底的土崩瓦解崩溃吗？也不是满清政府最后是因为袁世凯的野心家把它给推翻掉了。民国时期，民国是更乱，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跟当时后来孙中山成立的南方政府两边经常性的摩擦开打，中国也没有崩溃啊。就算是让子弹飞那个时期好了，那就是民国的那个一片大混乱，怎么样？这个勃勃生机、万物紧发的世界，那就正这样，中国依然是有政府，中国依然没有崩溃。打8年抗战的时候，日本人这种全面性的进攻，中国政府依然没有崩溃。中国政府在历史上它完全崩溃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崩溃到无政府状态，然后整个国家疯狂的抢打，从秦朝开始几乎没有发生过。就算天下有各方面比如说列了好多的这种所谓的地方小政权、诸侯割据，也几乎没有发生过啊。什么叫做崩溃？我跟大家讲。那种政府真正崩溃就像海地那样子，海地那是几乎是政府是崩溃了。他们之所以没有崩溃，是有外力，还有联合国在那边挺着，还有一些国家在把它挺着，否则那个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崩溃了，他所有的资源通通都丧失了。可是你知道吗？像我最近我很喜欢看那个晚唐到五代一些相关的资料大家知道。晚唐到了唐昭宗唐朝倒数第2个皇帝，其实基本上唐朝天子已经几乎变成了一个长安刺史的概念，或者长安节度使的概念。可是中国真的完全崩溃了吗？各地的节度使依然发挥着他基本的工作，该征税的征税，该招抚流民的招抚流民，该训练军队训练军便。即便有一些疯狂的军阀，例如说像是秦宗权，杀到哪里吃到哪里，什么意思呢？这就非常疯狂，吃人部队就是打过去之后，战场不是有死人吗？有的死人之后，把那些尸体拿过来用抹盐抹一抹，腌成人肉干、人肉条，然后来做军粮。即便有到这么疯狂的一个，但是只要相对安定下来，他的政府职能就依然会恢复正常。有不少的这种所谓的节度使比较不会去鱼肉乡里的，大部分只要花个3-5年就当地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所谓的农耕什么就会恢复。我也看那资料，我也就看得很神奇，你知道吗？那史书上面就写说招抚流民，民力得以恢复。我看一下，从这个节度使到任也不过3年5年而已，怎么又恢复了？非常好玩啊！这一些书也代表了我们刚才看的那一系列的发言的背后的一个精神支柱。对台湾来讲，因为其实两岸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开始高度的紧张对峙嘛，到今天已经过了7年多了，在台湾人的潜意识当中有一个潜在的一个精神的压力，那这就形成几种分众，懂事情懂事理的人要么逃，要么就是每天在大声疾呼，像我们这一种就会很辛苦有些人就逃走，比如说像韩国瑜他礼拜6造势的时候，他不是就说他的朋友开这个移民公司嘛，业务增加30%嘛，好多人要跑去葡萄牙、跑去希腊，就跑去欧盟的比较所谓的收入比较低的国家。为什么呢？其实背后所代表的也是说，以前所谓的移民潮逃走的这些人，主要是不是中产阶级，或至少是中产阶级的前半，也就是所谓的金字塔阶级。那现在在讨论、在探寻移民可能性的，已经渐渐的往中产阶级的中段进行，甚至是到下段的进行。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希腊或葡萄牙，那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贫困的，号称已开发国家，但是是贫穷的已开发国家。这些人他们的想法就是，好，那我去找一个进入门槛比较低的，我就赶快跑了。那剩下留下来的人，他又在分众，有一部分的人呢，就是强装镇定，然后继续的吹鼓他这种理论，对不对？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有美国力挺，我们武器强大，我们只要团结干掉这一些破坏团结的赤蓝，我们就能够像以色列一样痛打哈马斯，痛打巴勒斯坦，然后最终呢赢得正义的胜利。那还有另外一部分人怎样呢？就是索性就不管了，就算了嘛，躺平嘛。不干我的事啊，我不知道耶。
两岸是什么关系？是两国关系吗？请问国家叫什么名字？应该是台湾吧？是台湾吗？哦，中华民国好像是哎。请问国庆的哪一天？哦，双十节吧。如果知道真相太痛苦，那不要知道啊，就不会痛苦了。这我的观察啦，但我觉得是蛮悲哀的，就是说台湾怎么会变这个样子？今天是有感而发，因为最近在看太多负能量的东西啊，看得很无奈啊。国民什么不知道哦？那你住哪里不知道？你总统是谁不知道？反正躺平嘛，然后最后呢，有人就是问说，那如果杜安真打过来怎么办啊？就投降啊，又没关系，就这样子吗？我有时候我就觉得，哎，天哪，我们好好的台湾人怎么被折腾的精神有一点分裂？所以这就回答这个答案，为什么？后者就是躲避嘛，那前者回答这个有没有？台湾是正义的，台湾有美国立体，台湾武器强大，团结对不对？灭掉次人就会赢。可是问题是中国最近这几年军力真的是有点强大。怎么办呢？第一个呢，先吹牛，有没有？先吹牛就无敌了。我现在就来模仿一下我们的政论节目怎么样讲台湾的军武的，好不好？那但是我就跟大家讲结论，所以因为这样讲了那么半天，还是可能赢不了。那怎么办呢？只好让中国先崩溃啦，这就是答案啊！这样听懂了没有？那回过头来我继续模仿，这怎么讲好不好？我告诉你，你在那边唱衰台湾，我们现在只要2艘潜艇就好，2艘。好，为什么2艘呢？因为呢，我们那个台湾岛啊。这个北边1艘，南边1艘，而且呢，你说这个台湾海峡只有平均深度只有20到80公尺不够深，但总是会有一些地方有海沟，潜艇只要静静的躺在那个海沟的上面，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潜艇呢有这个绝气装置，所以它就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呐。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解放军那个大船有没有那个山东号、辽宁号那一种还是怎样？还是吃柴油的，轰轰轰轰，还喷黑烟。它开过去的时候，它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声呐？对，它有很大的声呐。但是声呐呢传到我们的潜艇，我们在海沟里面听到那个声呐，追踪，然后就锁定哦。锁定之后呢，看它的方向，如果它往台湾外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确定它那个独特的声纹，其实我们平常都有做禽兽，然后声纹做去，这个时候我们再一发鱼雷飞上去，嘣！它就会在它那个水面下炸出一个洞，那个洞，我告诉你，那个洞很厉害哦。那个洞啊，只要破它一点点，那就形成了那一种所谓的漩涡效应，它就会吸大量的海水进去。那海水进去，那因为解放军那个船哦是那种柴油式的，那他们烧这个柴油，它那个水进去，它的引擎就瓦特了。那瓦特之后它就动不了，它就变成一个大型的海上棺材。只要一发，那如果一发不够，我们前面还再补一发。但通常的话呢，那个时候那个击中点还是有这个方位的差异，最好就是击中在引擎室。你有没有看过那铁达尼号？它那个水闸一个一个关的时候，它后面会比较重，所以那个船就会翘起来。他们那个关板的强度啊，中国的那个炼钢的技术呢，你有没有看过毛泽东时期的大炼钢？那个大炼钢炼出来的钢里面有很多的气泡孔，那个强度是不够的，所以它就会从中间的，就像那个铁达尼号，就断成2截，然后最后就会沉没。一烧下去2-3千人它就没了。这样子啊，只要我们2艘潜艇躺在前面，不管你山东号、辽宁号、福建号什么号来，都是一样的结果。它不过就是4个字，叫做大型靶舰。这样子，台湾就能够在两岸当中获得制胜先机。所以我说，谁敢在秉斥，谁敢在看不起我们的潜舰国造？我们那个船壳，那个是船壳是软性的、有弹性的船壳，所以可以在水下绝密很久。我相信未来啊，两岸发生战争的。解放军是没有办法跨越一步的，他们都会被封锁在台湾海峡里面。那美军呢，就可以不断的运补资源从苏澳港上岸。基本上这场战争，解放军就会输，最后他们就会崩溃。所以现在目前习近平根本就不敢打，他就是个纸老虎，有没有？我今天台湾价值几分啊？给个分数吧。我跟大家讲啦，这就是为什么台湾每天都要找中国崩溃论吧。OK， 我很有道理啊，我讲的100%正确啊，有没有？中国崩溃了，难道没有崩溃吗？是吧？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在台湾到底为什么可以精神不错乱到现在。